们会爆炒，老外也会。我今天连吃了3大盘鱼。昨天 like cinnamon for you Okay. have to get it 这个龙虾的质地就是顶级的了，看了没？中间这个晶莹剔透的感觉。We got signature dish of our own country together with 我觉得今天这个米其林2星性价比挺高的，200欧鹿肉龙虾，顶级的鱼，鱼子酱、分子料理都吃到了，就1、2道踩雷还可以。现在就这个3块5吧，这9块。我终于找到本地人吃的海鲜小馆了，质量挺高。羊肉汤。又送来了烤羊肉、红烧羊肉。我今天来鹿特丹的拱形市场吃炸鱼，基本每个游客都会来。现在去吃炸鱼，又刷了2遍才吃明白。这次讲讲这家快餐店。又来，我今天吃了家味道超好的海鲜，这分量挺大的。这家店最屌的是夏天能做出冬天的味道。但其实看品相一般，不知道是不是预制菜。再来吃一次昨天那个炸鱼，那家店开水平到底怎么样？他中午有个特价午餐，帮你们体验一下，万一划算好吃，直接来吃中午吧，晚上吃还有点贵。这还有鸭子啊，草地上，要在国内可能就被抓回去吃了。到了，尝尝中午特价套餐，就吃这个吧，26.5块的。来的又是最早，刚开门。这跟中餐也一样，也是猛火爆炒出来的。这家店的食材把控还可以，你们可以过来尝一尝。我在7月这么热的夏天，海鲜都好吃。Feel like Gordon Ramsay. I have an audience.像印度还是东南亚的香料，其实这东西不是很重要，因为不太影响里面蟹肉的味道。生意挺好的，全是排着队的吃饭。It's a little Asian style. Yeah. It's very affordable. It's nice for lunch. There you go. Just a little bit of everything. OK， 这个看着还是比较实惠的，其实还好，仔细看还好。先吃炸鱼吗？它这炸鱼肉质超好，椒盐味的调味太中国了，超好吃。
这炸鱼的肉质太好了，真的。他家的炸鱼真的，我给满分，很难想象能超越这个炸鱼了，除非那些我觉得那些高端店都超越不了，因为这有接地气的味道。这是啥咖啡吗？哇，这鱼汤味道挺浓郁的，一点咸口。这是啥？尝一尝。这有点像鱼的酱，应该要配面包吃吧。金枪鱼弄碎的吗？可以。这是啥？三文鱼。我一般不吃三文鱼的，尝尝吧，欧洲的。三文鱼是熟的，不是生的，很奶很香。这吃的是那种熟成的烟熏的吧，很香，嫩的很，油脂感很丰富。这不是生的三文鱼，这个虾我其实不太爱吃，吃着像猪肉一样。不过配上这个酸奶酱调的不错，我喜欢吃这种酱，我不喜欢吃昨天那种。冰镇的好吃。这金枪鱼吃生肉吧，尝一尝。我带了点芥末的调味，这样调料多没腥味，油脂感不丰富，毕竟是吃生肉，还可以味道，挺好的。还有点甜的调味。看这个，这上面是那种虾吗？还是芝士啊？尝一尝，芝士吧，有点像。我先单独尝一点，这个是啥？芝士，味道比较淡，不咸，尝一尝。尝尝这啥了？很甜，拌着这沙拉酱不错。我又加了一个炸鱼，这贝壳里是纯虾肉，没有生蚝。这金枪鱼一口就吃完了，太好吃了。它不仅有芥末，有辣味，还有一种酱，一点点酸甜，挺好吃的。他家调味也挺屌。它上面还有点葡萄干吧，还是炸干，反正类似葡萄干，不是葡萄干，蓝莓干吧。这黄油吗？看一看，这个应该是金枪鱼搞的酱吧，要不就有点像安康鱼的，也有可能是干酱，我也不懂，反正挺好吃的，没腥味，挺香的，鱼味重。他家面包也好吃，符合中国人的口味，没酸味，比普通的法棍更脆更轻盈。这酱太好吃了。这汤应该是虾汤吧，味道超浓郁，也不咸，挺好喝的。就这个小虾熬的，就是昨天晚上那个虾酱的汤。吃完了，其实正常人吃这个一份，肯定中午饭能吃饱。主要我再吃点炸鱼吧，鱼太好吃了，就再不吃没机会了。下次。You want to keep your report? 这炸鱼好吃啊，调料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这好像不是辣椒面，没吃出辣味，椒盐味，超爽。这鳕鱼肉太好吃了，沙沙的。那个螃蟹要不要再点一个？昨天吃还可以的，18块，多少钱？100多块人民币，不贵啊，那么大的螃蟹。昨天螃蟹，它这个是今天的螃蟹，很新鲜吧？感觉跟昨天有点不一样，看看咋样，吃吃看。全是蟹肉，新鲜的蟹肉。他问我要今天的螃蟹还是昨天的，昨天的更大，今天的小一点。那我肯定选今天的呀，更新鲜。这个蟹肉可以啊，带点甜味的，没有异味，不会是像吃自助餐那些帝王蟹都是腥味重的很。这肉太多了，关键它肉还好吃，吃完了还是挺好吃的，就是太麻烦了吃这道菜。再搞点黄油面包，吃完了太享受了，味道没话说，就是那种它虽然不是那种高级的店，但是就是那种接地气小店天花板的味道，太顶了。其实如果客观来说的话，
这种店应该是评为3颗星的，但是其实它这个海鲜已经很新鲜了，就可以评为4颗星到5颗星的店。我觉得还是给4颗星跟5颗星我都特别犹豫，因为把它放在5颗星的话，它的食材又没有那家米其林的那么屌，热的要死，海鲜也不好吃。到了，在这种大楼的1楼，这是豪宅还是大楼？他们这个房子盖的不错，全落地窗的，没有墙的。这米其林2星，看怎么样？环境哦，确实牛。开了10几20年的餐厅，那么新，那么干净，可以哦。这怎么感觉像吃环境的店？这环境相当可以。And some different spices like cinnamon, for example. So it's sparkling, not too heavy, not too sweet. Would you like? Good afternoon. For you on the right, we have a crisp made of buckwheat. It's filled with duxelle of shiitake mushrooms. On top of that, there's a tartar made with Balfego tuna. It's a Spanish tuna. On top of it, a jelly of ponzu. On the left, we have a mini croissant filled with a cream of Otto Rotterdam cheese and Belperknolle. It's like a Swiss cheese with black pepper and garlic. OK， 这是金枪鱼，西班牙的。他刚才介绍说啥我忘了，反正就金枪鱼吧。金枪鱼醋放多了一点，油脂的香味只有一点点，食材本味少，一般。这是啥？芝士。芝士迷你可颂。这个就有一点面包芝士的味道，可颂的味道。这2个东西就是没有啥分子料理的精髓，味道也比较一般。吃了这2个分子料理，感觉想少点一点吧。我怕踩雷。As a suggestion for the lunch, we would like to start with a steak tartare with the Wagyu beef from Australia, combined with a marble of goose liver and smoked meat, together with some truffle also from Australia. Then sea bass combined with spinach, small piece. Then we're gonna use sorrel and aceto balsamico. And the main course will be turbo. So on top of the turbo, we're gonna add some lago di colonnata from Italy. Then we're gonna join it with pumpkin, Dutch asparagus, probably the last ones this year, and bergamot. After this, we come back to see if you like a choice from the cheese trolley or maybe some sweet dessert, or maybe both, but that's for later. So next to the menu, we always have the prestige dish, which is hamachi, a tartare made with hamachi. We're gonna add some creme fraiche, on top chèvre caviar, and our famous olive. It's not an olive, but when you see, you'll see. 沟通了一下，说简单点，套餐是115，前菜是和牛，还有啥？然后主菜，然后还有鹅肝吧。主菜有个 A5 的和牛，然后就主菜就是那个 C bass 好像有这个，然后还有个鱼，反正3道，再加一个甜点，115。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我咋感觉还不如选这个帝王蟹、海鳌虾。我先重新说一遍吧：扇贝、和牛、鹅肝、帝王蟹、海鳌虾、鲈鱼、多宝鱼、和牛、羊肉，这个也是海鳌虾吧？那我还不如选这个加这个呢，海鳌虾跟羊肉，或者帝王蟹加羊肉，价格也是110，但是我咋感觉这种可能味道更好，还不如别选套餐。So our sourdough bread from the bakery 2 streets from here, and then we use butter made with a cream of Jersey cows. Jersey cows have more egg white, so there's more taste in there as well. Then we salted it. Enjoy. Thank you. Steak tartare. 尝这种面包，我还是喜欢吃这种，不喜欢吃那种太酸的。面包微微带一点酸，黄油挺普通的。
他说里面有那么多东西，说实话就很普通的黄油，没比普通的好到哪去，也没啥特殊的味道。所以有时候有些东西没必要故弄玄虚，你隔着屏幕看的人会以为有多牛，有些东西确实不牛，也要实话实说。Got a small appetizer before we start the big menu. It's eel, smoked eel from the firm Evelens from the Netherlands with beurre blanc cucumber. Bon appetit. 再说，这不是刚才点的那些吧？这可能是送的一个，他是说黄瓜，尝一尝，还蛮好吃的，新鲜的很，带一点酸味，黄瓜还是清香的，然后带一点奶味，下面有个肉没吃出来是啥，很新鲜这个黄瓜好像是腌的，也很新鲜，黄瓜清香很明显。再尝一尝，下面有点熏火腿的味道。这家店做的菜是味道好的那个类型，就不是那种有老旧的味道的西餐。这家还可以。这是一家餐厅的味道是过及格线了，只是不是那么惊喜。下面这个汤汁很酸很开胃，还不错，蔬菜的香味很明显。We got signature dish of the chef, baked langoustine. So with that is foam of curry, marinated in curry with multiple sizes of melon and ammonium. Bon appetit. 盘子是烫的，还不如单点，大份等于2份，尝一尝。其实2个人来吃特别爽，直接全部点一遍，反正2个人可以分享。这家店还不错，2只龙虾，尝一尝。2只龙虾尝一尝，哇，超嫩！这龙虾你看看肉质，嫩的已经晶莹剔透了，这种就是顶级的，只是它不是夏天，这道顶，太顶了，看有多嫩，晶莹剔透的虾肉，你们对比一下，普通的虾肉哪有那么晶莹剔透？这个虾真的是太顶了，你直接来这里点这道菜才多少钱？300多块，400块，2只龙虾，而且超嫩，没有腥味，就是稍微盐放多了一点，外皮咸，里面没有，里面不咸，超级晶莹剔透的虾肉，看看顶级的，这个龙虾的质地就是顶级的了，看了没？中间这个晶莹剔透的感觉，你普通龙虾没有那么好吧？这绝对不一样。这是啥？啊 melon。挺甜的，还不错，一股奶油味。这个是啥？番茄吗？哇，这是什么菜啊？是脆的，可以爆炸的。哇，这太经典了吧！这是什么？哇，屌，这个才屌！这是什么菜？不知道。太多汁了。而且超甜，这个是瓜，说是法国南部的瓜，我操，这太屌了！这法国没吃过那么屌的瓜呀！这个是黄瓜，哇，这道菜我可以给差不多7颗星吧，6颗星。那个菜吃着是海带的味道，尝这个菜，是吗？哇，咬开就芝麻香味爆开，再来块虾，真太爽了！这个虾跟那个虾不一样，这个虾怎么吃着有点虾黄的味道？这只虾的品质没刚刚那只虾高，有点不一样。它这个是用盐腌过的，外皮有点咸，但是里面不咸。它这个芹菜味香味太多了。而且超级的弹脆，蔬菜质量高，这瓜太惊艳了，
红的这瓜，绿的一般，这红的太甜太好吃了。哇，这个是葱还是啥？我一咬，那水分全是水，太屌了这盘菜。这盘菜除了虾的外皮盐多了一点，太完美了这道菜。就不管从技术和食材，都是完美的。哇，这家好量大。这盘子太漂亮了。Most important thing, Oh, the knife. You Okay. have to get it. okay, thank you. There we go. So we have a lamb from our own country, together with Dutch asparagus. Then we have broad beans. We use on chanterelle. Also, you're gonna find some morels stuffed with a cream of morel. Its own gravy together with some spices and herbs, and then very light and elegant mashed potato with a cheese from the north part of the country called Tignetale. So Okay. it's a cheese from Friesland, which combines with the potato. On top we'll find all layers of crispy potato. Bon appétit. Thank you. 土豆芝士，羊肉。他说要用刀，我咋感觉可以一口吃？我都不想切了。这样看这羊肉有点老了。尝一尝哦，不过中间是带点红的，应该火候挺好的，尝一尝吧。这个羊肉不是那种超嫩的，蒜有嚼劲的，但是它这个羊肉一点膻味都没有，一点腥味都没有，吃着像牛肉，有一股淡淡的羊香，挺好吃的。好像这块要是嫩一点，看一看吧，真的好吃的羊肉。有点像吃牛排，说简单一点就是，羊肉汁水特别多。说实话，你不告诉我这是羊肉，我觉得是牛排。然后这个吧，蘑菇什么？哇，这羊肚菌全是汁，好吃。这是啥葱吗？这是什么葱啊？口感太惊艳了吧！我不敢想葱是这种口感，滑嫩，吃着像饺子皮，但是又是葱，哇，这葱太顶级了！看这芦笋，这不比利时芦笋吧？尝一尝，白芦笋，天天吃，太好吃了，全是它的份，一点纤维感都没有，比他们前面两家做的好太多了。太屌了！这是小葱吧？尝一尝。吃了他们的葱，感觉我们国内或者他们这里普通的葱都是干的，你就算在市场买的也会是干的，你吃过就知道。尝豌豆，豌豆就青豆味比较重，这个一般，这个就跟普通的差不太多。尝着蘑菇。嫩了，这应该是羊脂的，蘑菇香味少。这羊肉吃的就是牛排的味道。这还有个蚕豆，这羊肉没法国那家上次吃过的好，但法国那家我上次踩大雷，其他菜我不想去吃了。这羊肉真的好吃，吃不来羊肉的直接点，绝对吃得来，就是牛肉吃的。他说土豆啊，土豆泥要同时吃，尝一尝。上面有个脆的薄的土豆皮，好吃香。下面土豆泥奶油味也重，满分土豆泥。真的烫的土豆泥好吃，有一股奶香味，太好吃了这土豆泥。而且那奶香味、芝士味太香醇。下面还有脆的炸薯条，好吃。真的，这家店从性价比、环境、服务
东西的味道，真的对其他我吃过的很多米其林都是碾压吧，基本是碾压。这家店太精致了，推荐你们来吃。就吃午餐呀，点一个前菜，点一个大菜就够了，100欧，直接体验世界最顶级的水准，绝对有性价比。真的，我不敢想象它冬天会有多顶级。我冬天一定要再来，冬天点全都点一遍。这家店值得，愿意为这家店花钱。就其实吃这家店就没必要去安特卫普吃了，这里的海鲜比那边更优秀。感觉没必要吃甜点，我也饱了，也不想花钱。这东西不是昨天吃的吗？莫名其妙的。梨吧，是不是？我觉得这价格不错，体验这个世界顶级的味道。这价格太有性价比了，而且菜量还大，就吃2道就够了，搞一大堆6、7道没必要，又味道一般。小费给20吧，刷卡。这棒棒糖里面太苦了吧，太难吃了吧，我要扔了，这啥棒棒糖？再去吃米其林2星餐厅，就是安特卫普那老爷子以前工作过的店，尝一尝。可能还是得冬天来，应该。哎，管他了，今天直接去吧。夏天海鲜不给力，可能吃不出来它应有的水平。这餐厅好像是在这个公园里面，店太艰苦了，这种路可能有30年都没走过这种路了吧。这种是鸭子吧？不知道这种野鸭子好不好吃。像这种路，如果不是昼长夜短，现在6点多走挺恐怖的啊。这啥情况？还排队啊？那我现在去吧。这是啥意思？排队进？这好像像团餐。哎，这餐厅好大啊。哎，不过一般1星的都比较小，2、3星的都挺大的。很多人说米其林餐厅要穿正装，我从来没穿过，都短袖短裤，好像也没人管过我，所以理论跟实战还是不一样的。他们好像说这里的酒特别便宜。Preparations of beetroot combined with smoked salmon and apple. In the middle, it's a cone made out of sweet potato filled with piccalilli, mousse of veal, and rasalanu. Then we're ending with a tartelette made out of chicken liver, portobello, hibiscus. Okay, thank you. 刚才我忘了他说 sweet potato 红薯，就这个是鸡肝，我刚才忘了。第一个有水果味，味道很纯正，下面那个面包的口感也很那种，完全没吃出三文鱼，确实挺好吃的，形容不来。但是它这个菜我只吃了第1道，我就觉得它这个小菜算我吃过法餐里比较好的。这是啥 ？Sweet potato 红薯吗？酸甜味还带脆的，也没吃出小牛肉，还有奶油跟芝士，应该里面很醇香，不错这个东西。它这3道菜都符合中国口味。这是啥？鸡肝是吧？这也没看出来鸡肝，分子料理，太惊艳了这道菜，根本吃不出来是鸡肝，但有鸡肝的口感，入口就爆开。这道菜能跟东京烧鸟的鸡肝来比一比，就是入口就爆炸，而且还带一点冰的口感，下面是脆的，牛。这家店我估计顶得很。刚才那3个太震撼了。如果你们去吃我之前拍过的一些视频，也有这3个东西，只是形式不一样，食材不一样，味道比这个差的有点远了。
Okay. Sir, may I ask you to remove your napkin? Okay. We serve you the amuse based on white asparagus with a salad based on green celery, green curry, and iberico. Okay, thank you. Enjoy. 哇，这是冰淇淋吗？一弄就爆开了。哇，蔬菜味太浓了。这一口尝。哇，上面有辣味。哇，它的辣味只有胃，没有肢体接触到那种辣的感觉。哇，中国的辣椒，麻辣的味道。但是它神奇的是只有那个味，但是它没有就是那个辣椒接触到你器官的感觉。太牛了，这太牛了，就是吃着像奶的很的一个东西。但是它没有甜味，我不知道它怎么做到的，有麻辣的味道，但是它瞬间就消失了。这是怎么做到的？太夸张了！你这200欧花的不太值了，比那些300、400的要牛多了。面包来蘸酱吧，面包超烫，跟那天那个面包好像有点像。面包就跟那老爷子的那天烤的一模一样，安特卫普那家店。吃着有点没酸味，但是仔细品酸味还是有一点。放一点橄榄油看咋样？橄榄油用的一模一样，有一点点油耗味，不重，就是橄榄油的味道。橄榄油最好吃的还是日本的那家，巴黎那家。它这个黄油看着挺普通的，不像每家店它会把自己的黄油做的每个都不一样。尝一尝吧，这黄油味道特别普通。没想到老外喜欢吃黄油配面包，吃个这种前菜。我们是吃中餐，是不是也应该弄一个猪油拌饭先？ Next dish for you is the nochi crab. On top is some puffed quinoa, cucumber, and pele caviar. Now the serve is chokiapit. On it we have a gazpacho made of green tomato, jalapenos, and cucumber. Bon appetit. Thank you. 正听着就是鱼子酱、黄瓜。还有什么绿番茄，尝一尝吧。啥肉没听出来？下面是螃蟹吗？因为有时候我听的也不认真，先尝尝看鱼子酱怎么样。鱼子酱好的太少了，只吃过，好像就日本那个 KEI 的鱼子酱能过关，我忘了。鱼子酱不行，太腥了。鱼子酱奶倒是奶，但腥味腥的我头有点大。只有日本那个 KEI 的鱼子酱好像没腥味，吃过都有吧。这是螃蟹肉吗？吃着倒没啥味道，再尝一尝。尝看这黄瓜吧，调味还不错，黄瓜就普通的黄瓜，青番茄汁比较清爽。鱼子酱搭配着点吃，不然的话腥味重。螃蟹倒还可以，就是这个鱼子酱太腥了。鱼子酱，反正我吃过的什么比利时皇家鱼子酱那些都腥。像这样吃的话，鱼子酱就没腥味，就是一个酸甜奶油味、酸奶味的一个蟹肉、黄瓜的味道，还可以吧，不惊艳。螃蟹应该高级的食材吧，螃蟹没啥异味。这道菜没有任何异味，就是它没啥缺点。但是你说在这个价位，主要还是调料味，就是酸甜味为主，食材的本味比较吃不出来。在这个价位就不惊艳了。但如果你说便宜的店的话，那这道菜就算好吃了，还可以吧，不惊喜。Yes, we serve you goose liver. Goose liver with Dutch shrimps on top. Gel of umeboshi with some radish. Then the vinaigrette. This is rhubarb with grapefruit and olive oil. OK， So please enjoy. 鹅肝，尝一尝。哦，上面有这个小虾。这鹅肝带酒味，
很香醇，跟冰淇淋一样嫩，比冰淇淋还嫩，可以顶得很。这鹅肝水平太高了，但这个小虾吃的就普通，没有那个日本大人的好。这个鹅肝比潮汕那个鹅肝味道更纯，更没有异味。你们可以来体验一下。如果来鹿特丹的话，这家可以。这萝卜，这道菜的调味主要是个酸，也是个酸口，但是没啥食材本味。下面这个东西，如果不说鹅肝的话，你们会以为是奶油冰淇淋，水平挺高的，但是没有打动我。目前来说，就前面那3个分子料理水平还可以，其他的东西就是做到了该做的，但是不惊艳。So, the piece of turbot food. It is washed, lime on the top, with some pomme soufflé, green asparagus and coconut asparagus. Morel, inside of the morel we find chicken farce with parsley and tarragon and a sauce of vengeance. Quality. 我本来想转一个圈给你们看鱼的，这碗超烫。这鱼看着品相还行，挺白的。这鱼可以的，你们看一下这个质地。这个是蝶鱼吗？还是啥？回去看一下翻译。嫩，但是也带一点点韧劲，因为毕竟夏天嘛。但是确实，这个鱼味道可以。这没踩雷，不像前几天在安特卫普的踩雷。这个鱼很鲜，不腥。不错，这鱼，这不是蝶鱼，吃着有点豆腐的口感，吃着有点老豆腐的口感，但是也是蒜嫩的，在夏天。味道是可以，挺鲜的。其实，如果你们对法餐有疑问，或者对我视频有疑问的，如果你来吃了这个鱼，不用我说什么，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体验真的很重要。冬天一定要来欧洲吃一下鱼，最好就是安特卫普或者鹿特丹这里。巴黎反正鱼我觉得一般般吧。下次我去丹麦试试，哥本哈根。反正越冷的地方越好，说少了，越冷越靠海的地方越好，应该。这是个什么羊肚菌吗？尝一尝。不是羊肚菌，吃着有点辣味。是个啥？是豆腐吗？吃着。尝一下这根菜。刚刚那个菜配的下面一点淡淡奶油味，挺香的，还可以吧。豌豆就普通的豌豆，但带一点点甜味。还行，就这道菜还可以。这家店应该是我目前吃过欧洲、日本夏天做鱼水平最高的店，包括新荣记，包括中国。夏天那么热，它都可以做的鱼那么好，而且食材好，主要是食材好，没什么特别的调味，生意还是蛮好的。OK, thank you. It's lobster. Yes, it's our signature dish. So it's ravioli stuffed with ragu of the breast chicken with truffle and vegetables inside. Underneath we can find a duxelle of wild mushrooms. Langoustine is baked on top and finishing with a lobster cream sauce. We leave it on the table, so please enjoy some extra if you'd like. OK, thank you. 这啥龙虾？拍子超烫。这龙虾味太浓了，口感脆弹，好吃这龙虾。但是是不是有点咸？你们看一下，夏天有那么白的龙虾，晶莹剔透的，算挺好的。这龙虾质量真的高，鲜甜，但是唯一的败笔好像是烤的时候盐放多了一点点，而这个应该是烤过的。龙虾差不多接近顶级的水准了，这家龙虾选用的真的好。下面一个蘑菇酱的调味吧，龙虾汤。尝一尝这是啥？意大利饺子吗？哇，饺子，好有中国饺子的味道。猪肉馅的，这饺子还挺好吃的，猪肉馅的。
一模一样，跟中国味。他们这里是不是有中国厨师在？总有点中国味呢，什么麻辣味。这个饺子，这道菜就是顶级龙虾加上猪肉馅饺子。这是啥？蘑菇。搞点酱在面包上吃吧，本来面包真的是吃不动了。这家店的海鲜的拿货上确实很顶，夏天能拿到这种货。安特卫普那个比尔3，他们俩拿的货的种类等级是差不多的，只是他们太便宜了，85还是95，他夏天拿不到这种货的，冬天还能比一比。夏天这家海鲜能做到这种水平已经是很高了。Yeah? Yes. Okay, we serve you for venison with on top a fruit of bone marrow with vanilla, surrounded by a lot of textures of beetroot, and we serve it with a sauce based on the meat itself. Enjoy. 这样看纹理有点丑，尝一尝吧。中间有点腥味，踩了一口。嫩倒是嫩，但是有一点血腥味。这是跟它安特卫普能做出来一样，锅气有点不够。这不是牛肉，这是鹿肉，嫩倒是嫩，有点腥味吧，野味。再尝一尝，是腥味吗？这鹿肉就是有点腥味，但是它的口感很好。我感觉有股尿味，差不多尿骚味。尝一尝这是啥？甜的。这只能多弄点酱。这道菜踩雷吧，有点尿骚味，我感觉。这个有点酸梅酱的感觉吧，这个紫色酱。看这是啥？这是个肉。这道菜踩雷，做那个鹿肉口感还可以，整体调味就是个酸的酱，不好吃。肉还有尿骚味。这是个啥蛋糕？之前也见过，但别的莫名其妙。有个很廉价的小蛋糕，有一点蜂蜜味吧，糖水味，莫名其妙。这玩意不就回到小时候家门口那种称斤卖的甜食的。Serving a lovely rhubarb dessert for you, sir. We have a combination of the marinated rhubarb and the juice of strawberries and elderflower. The bowl powdered and stuffed with white chocolate, liquid basil, and also some elderflower in the cream. And we finish it with the ice cream of the Dutch fairies on the top side. So bring the summer back to the plate. Enjoy. 吃的太撑了，看到甜点不想吃。什么有什么草莓啥的吧？你们看有介绍吧。冰淇淋啥的，这个草莓奶油酱挺好吃的。上面这应该是冰淇淋吧？偏沙冰的一个草莓冰淇淋，草莓味很浓郁，酸酸的，偏酸味，跟淡淡的甜。中间那个廉价的饼干有点莫名其妙。再尝一口，这是啥？这道甜点甜倒不甜，但不想吃完。外面这全腌的草莓吗？还是啥？太酸了，不想吃。这甜点水平不太行啊，我很少没吃完的。有点不想再来第二次了。但是冬天来吃海鲜的话，还有点吸引力。冬天如果菜单我如果要来的话，我就问他如果有鹿肉啥肉，我就告诉他我吃不了，我只能吃海鲜。有可能会来吧，也有可能不会来。但是如果你们真的想吃到法餐中好的海鲜的话，可以来试试这家店，海鲜不错的。如果要能改成每道都是海鲜就好了。这给他小费，给个20多吧。感觉我还是适合吃快餐，法餐虽然技术高，但是还是没快餐适合我。其实米其林2星就应该这个价格，就200欧差不多了。
反正老店风味还可以，但是我个人现在喜好吃快餐，还是喜欢吃羊肉，20-30肉吃爽了。像这种店咋说呢？只要它里面有几道菜是高级的食材，你在这种价位以外，就便宜的价位找不到这种龙虾呀、鱼啊，你找不到这种级别的食材的话，它就是值的。但如果你说像很多地方的一些高级餐厅，吃顿饭几千块钱，那食材都还是在便宜的店，甚至菜场都可以买到的，那种就不值。这个还是值的。环境、服务、味道、食材还可以吧。现在找了家海鲜店去看看，只开早上，郊区。来了个绝对不可能是游客店的店，反正精选了一家吧，老外本地人吃的。我看大众点评、小红书都没有评论，看看这家的炸鳕鱼咋样吧。真的，国外坐个地铁太贵了，我感觉国内坐地铁就是国家政府做慈善，太便宜了，真的。随便坐会来回要40，是不是这个？好像不是这个，连个人都没有，行不行啊？这里倒挺干净的，它这里应该还能吃别的鱼，挺丰富的，啥都有。看味道咋样，好吃可以选点别的。这些是啥？预制菜是吧？沙拉提前拌好。在这里炸。Very clean。环境就是快餐店的感觉。反正坐这种桌子嘛，可以看到外面风景，真的极致干净。进来的时候有点鱼味，进来闻了就没有了。刚进来的时候有一点。哦，就这里有菜单。这9.5块吧，看看味道怎么样。网上人家说是 next level， 就是炸鱼的，看看。超级新鲜，不过现在是夏天，肯定没冬天好。尝一尝，然后点了个鲱鱼三明治，尝尝鲱鱼吧，臭不臭？但我看这个像面皮厚的，我还喜欢吃安特卫普那种没有皮的。好吃，超新鲜。这鱼比安特卫普的好，但是它有皮，而且有点油。就这个3.5块吧。等会尝一下这个，外皮超级酥脆，鱼肉特别新鲜。这个是极致没腥味的，超级性价比，超推荐来这家。哇，还有汁水，这家炸鱼真的顶上天了，太顶了。你们要来这里吃的话，就来这种本地人的，市集那完全是垃圾，跟这比。看看这个鲱鱼三明治。没吃出腥味来，挺奇怪的，有点像日本的小鸡，有点像那个小鸡刺身。好吃，鱼挺肥的，配上洋葱卷，它怎么做到夏天的鱼都没腥味，而且才3.5块啊？这个大海的味道。这就是鱼的香味，这真可以。本地人的食堂，不知道这些怎么做，搞点螃蟹吃吃或者沙拉。这家海鲜牛，再尝一尝，超级肥，挺好吃。它是比较糯的那种鱼，但是没有腥味。因为这家店海鲜太好吃了。这个鲱鱼真的是又肥又糯，还没腥味也没臭味，一股大海的味道，加点洋葱太好吃了。这家店要冬天来，真的估计神的味道。
鹿特丹这家店绝对值，这家店还有那家米其林2星的，太值了。尝一尝这个酱，酸酸的，酸味还带点辣的蛋黄酱吧。他家的食材没必要蘸酱，我都不喜欢蘸调料，食材顶，太爽了。这种品质的鱼，享受。这种秒杀新荣记的黄金脆带鱼，不是一个世界的，这个比那个强太多。你们如果想学会鉴别鱼的方法，只要吃过这个以后，国内差的你1秒钟，不用任何人提示，你瞬间就懂了。而且你吃了这个以后，你就会明白河鲜没有任何意义。我说的河鲜是我们能吃到的啊，不是那些什么野生的珍贵的那些。好，尝尝啥了？螃蟹，他说直接吃螃蟹，甜甜的，纯甜味。真正的蟹肉棒，这是放了糖吗？没放吧，食材本身是甜的，一点腥骚味都没有，太好吃了。我之前没当 YouTuber 的时候，我去那个海参崴是那帝瓦吉尔农村大集上的，应该拍的，超级难吃，超级粗糙，超级腥，一口就扔了，还花了我一个蟹腿好像200-300块，忘了。这是啥？这看着老的很，尝一尝。金枪鱼吗？哇，这鱼老是老，但是没腥味，而且奶的很了。金枪鱼吧。哇，太惊艳了！尝一尝虾。太好吃了，脆甜。这是啥？三文鱼？不是三文鱼，这鱼也是甜的。这啥酱？我觉得它鱼都不用蘸酱，太浪费了。不对，这是鱼做的酱，这怎么有点像安康鱼干啊？贼好吃，一点腥味都没有。哇，这家店太顶了！它生的鱼肯定没日本顶级的寿司好吃，但是这个价位能吃到，已经非常不错了。就这个品质，如果你跟我选日本寿司的话，那太贵了，而且都是一套餐形式，我不如天天吃这种。真的好吃，这鱼你看着老，奶的很。这个是三文鱼吗？不像呀，三文鱼一般入口即化，油脂多。这是啥鱼也不知道。鱼干酱，我就把它叫鱼干酱吧，太好吃了。我觉得它的这些东西都是高级的食材。虽然不是高级的，但是它新鲜度能达到高级的。这家店4颗星，绝对比米其林的3星的4颗星性价比高，接地气。可能我的个人主观看法更好吃。当然你把米其林我给4颗星那些店最好的鱼弄来这种一大盘，那也好吃。这家店绝对值得来，生鲜，全部加起来20块吧，多少忘了。国内这价格都吃不到这种品质。这家店我走的那天早一点再来吃一回吧，8点就开门，太好了。哦，还有这个没尝，这是鱼配酸奶，他说，芝士还是啥？尝一尝。芝士，酸的芝士，蛮好吃的。很醇厚，这个芝士比我吃那些米其林餐厅甜点的芝士好吃多，那些真的是又贵又难吃。
这吃着怎么有点像羊奶？羊奶，真的好吃。高换血鱼，真的这家店是欧洲最值得来的店之一吧？我的之一是要求很严格的之一啊，太值了！这家店叫早安特味普那家鱼店，真的大块雪白的鱼肉太幸福了，冷了以后就没什么油了。这鱼肉一点都不干，好吃，太好吃了。这沙拉2口8碗，超好吃。太宝藏了，这家店真的是。年底冬天去哥本哈根一定要尝一尝，会不会更顶？就是要找这种接地气本地人吃的店。这餐饭太满意了，满意到不行。最惊喜的是啥？是我选的每一样都好吃，而且都有特色，都是自己做的能吃出来。下次我一定要去再点一些没吃过的东西。明天中午再来。刚才那个帅哥服务还挺好的，我去给点小费吧。这种店一般不用给。真的，这家店太宝藏了，一顿肯德基、麦当劳的钱，欧洲，真的太好了。太好了，明天继续来，早点来，多吃2次吧。坐地铁去小红书很热门的羊肉汤的店。到了，就在地铁站旁边。这种地铁站的店会不会好吃？好像这边属于贫民区吧，都是黑人和土耳其人移民的。我看很多中国人都不敢来这里啊。反正小红书很多女的都写不敢来这里吃，小红书上那些女的都不敢来这里吃饭。应该是前面这个吧，到处超干净。How much one? One? Yeah. Okay. Okay, I want one. One stick? Yeah. 这些就跟中餐味道一模一样。Very nice. 这家店环境不错，挺干净的，可以。菜单给你们翻一下，氛围相当好。这家店应该挺出名的。羊肉汤，这个7块，那个免费。羊肉汤，现在看好像是羊头汤，怪不得那么香。太浓郁，太顶了。他说这个加了点咖喱，我没吃出来。没膻味，好吃。就一个咸口的羊肉汤，一点羊膻味都没有。缺点就是肉太碎了，而且超级烫。长块饼，没什么味道，面挺香的。这家店太顶了。会不会是真的羊头熬的汤？怪不得肉是碎的，太鲜了。这个红烧羊肉，尝一尝。肉一般，有点老，拉丝了，但没膻味。他家最好吃的就是这个鲜味，但是肉的品质一般，不嫩。它这个羊肉你就可以理解成土豆炖牛肉，基本一样的味道，没啥区别。这饭里有羊油，他们家调料蛮好吃的，肉的品质不为一般，很新鲜很烫。就这顿饭你完全可以理解成中餐，味道没有任何区别。没去过土耳其，不知道土耳其会不会更好吃，但可能土耳其会不会卫生没这边好。土豆炖的很，就它那个太鲜了，实话
泡胡萝卜，真的这家店都想天天吃。味型菜系类似中餐，只是它没什么植物油和不放什么调料和孜然，都是食材的本味，还有蔬菜的香味。能感觉到它有调料味，但是特别淡，主要还是咸鲜口跟食材本味。他们家的味道有点高开低走，刚吃第一口汤真的太惊艳了。吃到后面主要没什么硬气的肉类，我过几天还会再来一次。我已经想好点什么菜了。他们家的汤可以用红烧羊肉一般，这家店太顶了，就不知道等会烤肉咋样，等会就看烤肉。这家店肯定还会再来，就我把它全部菜单吃完。红烧羊肉为什么一般？就跟牛肉味道没区别，但是炖的时间太长，肉有点碎了，而且不嫩。单说肉的话，它的红烧羊肉跟九记牛腩的咖喱牛肉是一样的味道。塞了，小哥还送的沙拉，不错，尝一尝洋葱，冰镇的。搞点肉，搞点这个羊肉狮子头，看一下，看一下跟伊拉克的比咋样？羊味有点重，但不是膻味，没有伊拉克那家好吃，但超烫。伊拉克那家油脂丰富，羊香味重。尝一尝。它这个饼好像有点不一样，再尝一尝。饼挺厚实的，都可以3个多。又给我送来包茶，又送来这个烤羊肉，太爽了。这羊肉狮子头味道一般，但是它的温度特别烫，没有膻味，羊味有点重，新鲜度一般，有点搞不下来。尝一尝这个羊肉，这个其实就跟那个上面刮下来的差不多吧。这羊肉味道比较淡，没啥味道，但也不老。一般他们家最好吃的就是这个羊肉汤，还有那个汤，特别鲜美。这没膻味，也没香味。你们可以倒回去前面看，这个肉其实就是那种就大的土耳其烤肉刮下来的肉，又穿成串。这个吃到后面有一点点咸，肉倒是不咸，汤有一点点咸。这个吃到一般，比较一般，跟安特卫普那家好吃。接下来吃这个汤，温度下来以后就发现羊香味要少一点，都融在汤里了，主要就是蔬菜味跟那些调料味，但是真的挺好喝的。它羊肉这个炖的这个还是有技术的，烤羊肉串吧，羊肉串一般。这个上面有一种调料说不出来，有点酸，但是太提味了。这个调料味道形容不来，真的。我不知道你们观众有吃过这个调料吗？反正各路大神的。这个调料我也不知道是啥，反正你要说它好吃也不好吃，但也不难吃。就是你咬到的时候它会爆开。包了一个饼，羊肉放了很多，尝一尝。这边有个好处就是你看着肉是挺丰富的，但吃到后面他们家就是会随着一开始的好感往下降，但味道也还算还可以，只是吃多了就觉得没那么惊艳了。下次再尝尝它的烤羊排吧，看看它到底是啥水平。羊肉汤还可以，它这个饼挺好吃的，挺软的，而且不干。你们看着有点差不多，但真的刚开始吃味道普通，越吃越好吃，这个饼不干，而且是软的。我又回味了一下，面香味也足，这饼好吃。喝点这个茶，反正土耳其餐馆大部分都会送红茶，还可以，就太烫了。饼蛮好吃的，主要我吃不了太多，我也不带走。它不是说有多惊艳，就是普普通通的东西，但是味道还可以。他家这个茶有点味道太重了，喝不完。吃饱了。他们家绝对是欧洲土耳其羊肉入门的教科书，
但你要说是最好吃的，那不可能。羊肉品质差一点点，但是炖的汤确实好喝，就那个汤是最好喝的，其他东西一般。量大丰盛，便宜，还不错。服务太热情了，服务员都自己在吃，说明干净。这家店味道可以，而且性价比高，服务好。但是你要说它味道特别好，那没有，因为羊肉还差点意思，但是没有膻味，还可以吧。价格也不贵，我那些全部加起来40多吧，我给了点小费，服务太好了。一般这种餐厅其实好像不用给小费。过2天走的时候再来吃一次，主要吃他那几个炒菜，他那烤肉不太就普通吧，也不能说不行，它至少没膻味，只是香味汁水少，油少，应该是没问题的。他家羊肉现在我嘴里面都没有膻味，都是一股羊的香味，只是很淡。它肯定是没那么特别好的羊的品种，但是还不错。鱼，鹿特丹的炸鱼特别出名，尝一尝吧。应该说荷兰都出名吧。的话，在国外这步行街的卫生程度跟国内还是比不了。在小红书上看说这市级的好吃，那市级的能吃吗？那不就跟我们的小吃街、步行街卖的差不多？管它的，尝一尝，反正也不贵。市集在这房子里面，好像进去看看，不是个房子，这是个有棚子的房子，是玻璃的。市集看一看，楼盖的还是好看的，就是有点粗糙，没人打扫卫生的感觉。是不是这家？点贵13是吧？这不有好几家吗？也不知道哪家好吃。要不就这家吧，这家人最多，吃这家吧。就吃这家吧，这家人最多。看你这些鱼肉都还不错。价格都在这里，好像比之前说的要贵一点。荷兰特色。这些好像都是提前做好的，大部分鱼是现炸的。这2楼，这还有2层，风景倒是挺美的。这是要自己拿吗？这分量是有点大的离谱。它这里是不是有个电梯？做好了会送的，直接去这里取。这个是安特卫普的2倍了吧？分量。尝一尝。但是说实话，我还没吃。我看这个皮太厚了，而且不精致，没安特卫普那个漂亮，那个薄。肉质不错，比安特卫普那个要多汁一点。但是它这个皮太粗糙了，有点油，而且皮感觉质感不是太好。肉不错的，这个价格不错。这个夏天味道都那么好，那冬天肯定不得了。确实荷兰这种。其实我觉得这家的水平可能不太行，主要是它供应链，它能搞到那么好的鱼肉，就是我只吃过阿姆斯，鹿特丹这一家，多吃几家看看鱼肉有没有区别，还是鱼肉都那么好品质。真的，你们来吃过这种鱼以后，那些钓水鱼你根本不会再想吃第2次。又鲜甜又没刺又多汁，而且一点点挑，连盐味都没有，但是它就是鲜的。真的，它这个店水平真的很一般，水平可以说普普通通，但真的食材，如果你要拿那些顺德的钓水鱼或者河鱼来比的话，那简直就是降维打击，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随便做都比那好吃。它这个外壳有点咸，肉不咸，
真的就是随便做的。这道菜它就随便做，做的很粗糙，但食材真的降维打击。你们可以都来吃，我觉得可能来过鹿特丹或者荷兰的就知道这里的这个炸鱼水平有多屌。搞点酱汁吧，其实这种鱼都没必要搞酱汁，搞一点尝一尝。这酸奶酱味道还不错，你看这质地，跟那瓶装的酱汁不太一样，这质地比较稀，好吃的这个酱汁，有点像店里自己做的，有点不像那种预制菜啊，不是，有点不像超市那种瓶装的。我说有点啊，我不确定，因为这边的我太不了解了。尝一下这个酱，哎，这酱也好吃，但这种质地好像不太像超市罐装的酱的质地，也不确定，也可能是。这两个酱都很淡口，都是一点酸甜味，这个要更酸一点，这个要更难一点。这两个酱蘸了也挺好吃的，不会拿食材本味，主要它们都是算淡口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两个酱没有那种反式脂肪的味道。反式脂肪你们应该知道吧？其实很明显能尝出来，就是特别腻。这炸鱼我是没话说，随便做的，就做的很随便。这酱，这外面这层壳就不精致，但是味道就是好。现在7月啊，鱼那么瘦的时候，它的这鱼质量都那么好，确实顶。他们家这个外面的壳比安特卫普的差远了，但是鱼肉品质确实比安特卫普那家好。这家店问题也很大，吃多了壳太腻了。鳕鱼太屌了，它的鱼肉是没腥味，但是我能吃出来，冬天估计味道太夸张了吧。下次冬天一定要来吃吃。都要3欧元，买一个吧，因为外皮太咸了，但是不加壳吃又不好吃。也不能说太咸，有点咸。哦，对了，刚才我去1楼的时候，还是能闻见它厨房有腥味，就是可能夏天嘛。那我现在就吃了，就不说了，等会儿吃完再说。这个东西，下次我去找一家顶的店，不要吃这种市级的店。刚吃完了，评价一下哦，这皮真的太粗糙了。因为我们平时天妇罗、日本那些高端的吃的多，还有安特卫普那家皮都很薄，安特卫普那家就没皮。像这种皮厚，然后有点咸的，有点油的，这种炸物的皮我都不爱吃。鱼肉在夏天有这种品质还可以，应该是本地供应链最差都有这种品质。我估计啊，应该没啥难度，在这附近来说。反正这个季节的鱼，微微有一点点腥味，但是在这个季节来说，已经算很好的海鱼了。冬天肯定得，但是它的皮跟做法不行，太粗糙了。反正味道就是市级小吃吧，只是它这里鱼有先天性优势。反正个人感觉来不来都无所谓，我改天去找家真正好吃的小店吧，做这类的，看到底好不好吃。他们这里食用油好贵了，一桶65欧，太干净，扔一会儿就满了。这还可以送，总共13.5块，还有鳕鱼，还有啥？还有个蟹肉饼，太便宜了。看看有没有腥味，上次吃没有，这次鱼更大，腥味好像没有，就是银皮鱼的鱼味有点重，也不是很重，可能还是不够新鲜，但也挺不错。这个吃的太肥了，吃的像吃猪油的感觉。
刚才左边加右边全部13块，性价比高。好像这店还不用给小费，但我给了点。这鳕鱼，小份是5块8，大份是8块8，好像是这样。新鲜。这家鱼跟那家贵一点的还是有差距。它这个汁虽然比安特卫普的多一点，但是它吃不出那种沙的感觉，还是差一点，1分钱1分货。不过那个也不贵啊，那个12吧，这个好像是，这也不知道多少钱，反正便宜10块以内吧。尝尝这个蟹饼是啥？这好像不是很好吃，我再品一下。这个好像是蟹肉混合着点土豆吧，也还可以。是纯蟹肉还是混着点别的东西？它主要有点调味，我吃不出来。反正跟纯蟹肉还是有差距。这是啥？海带吗？哇，它海带都是甜的，都没腥味。原来海带有腥味也是不新鲜了，这海带是甜的，居然。看来吃的那些排骨海带汤有腥味是不新鲜。虽然它是干货泡发的，但也不新鲜。怪不得我吃日本的海带，虽然不是甜的，但也没什么腥味。从小我就吃不来国内的海带。这蟹肉饼不是很好吃，虽然是蟹肉，但掺着点什么东西吧。这个上次吃就蛮好吃的。奶味挺重的，稍微有一点点咸，稍微吧。全部加水好像是15块吧，一顿肯德基、麦当劳的钱。吃点小海鲜，吃的挺爽。3颗星吧，这家店应该不是4颗星，不是高级的食材。新鲜度达得到，还是比较快餐的。又来一次，再试试看。昨天又吃了一次，感觉还是没有那家贵的好，那家贵的比这好很多，真的。但是也能吃，主要我现在才8点吧，我吃个早饭就离开这边了，反正价格也便宜，再试试，看到底水平咋样。又到了，就这儿。The kibbeling and the center salads. There you go, enjoy. 这些24，要了个大份的炸鱼。这个应该是金枪鱼吧。小份好像是5块几，大份8块几。早上炸鱼更好吃，你们爱吃早上吗？这海带是甜的啊，但是今天炸鱼有点咸。这是个啥？是个脆的，带点酸味的菜，爆汁了，汁水特别多。这家店我吃明白了，没有安特卫普那家鱼店好，因为它还是偏快餐，但是安特卫普那家没旁边那家店好。这家店就是吃个早餐，小食品可以，没什么大菜，就3颗星的水平。预算充足，时间充足就没必要来了，直接去旁边那家店，好很多。这个作为一个海鲜入门可以，海鲜入门的话是比较好的一个门槛。但今天这个鱼太咸了，我不知道为啥，我前2次吃都不咸。早上还是有好鱼，你看这肉汁，炸的里面都是汁。海捞国内也有类似的味道，但没那么香醇，我还挺爱吃的。主要不咸，没咸味，没有盐味。他们家能开在我家楼下就幸福了，感觉每天吃一顿都能减肥，太好吃了。也不能说太好吃，味道还可以。专门跑的话，我建议去旁边那家。如果想省钱，可以来这家。荷兰几天开销太大了，来回就要5欧元。这个店也在中午那个店附近，应该算稍微高端点吧，比那个贵一点点，看品质咋样，值不值。本地人住这种小公寓啊，这种地方有点像我们国内的小区，只是房子比较矮。像这种店要是卖的贵的话，
质量还不好，那别人为啥不去吃旁边那家？看看吧，应该没有游客这边。还好我第一次吃那个鱼的市场的炸鱼，我就知道有问题了。今天中午吃的那家没打我的脸，我第一次吃那家我就知道有问题，肯定有更好的。但那个市场的炸鱼，基本我们中国游客来鹿特丹玩必打卡，必说好吃，但其实不行。应该就这家了吧，前面这个蓝色的，希望有位子吧，看着没啥人，但就怕是订满了，还有点获奖的。环境还是不错的。这个店真的就感觉一种干净香的味道，香就是食材的香味，食物的香味，没有异味，挺好的，而且干净。这主菜价格也不便宜啊，他刚才给我推荐了个34块好像。他这里有个26的套餐，中午来的，中午这个划算吧。哦，那个 flat fish 是蝶鱼啊，不想吃。米其林餐厅都没这种接地气的好吃。Oh, ja, natuurlijk. Okay, it's okay. Keep it in. Okay. 这个炸鱼跟安特卫普的长得有点像啊，就没什么面粉外面。安特卫普不会是这家的秘方吧？尝一尝。鱼挺新鲜的，做法就跟安特卫普的一样，味道也一样，就是鱼更新鲜。这白肉更雪白，没有一滴油。我觉得荷兰这边鱼太好了，超畅。这鱼还有点入口即化的感觉，比中午的好，非常好。这是长的是啥？人往高处走，没有对比没有伤害。这家的鱼比上一个视频的鱼好很多倍。外面还撒了点椒盐粉，蛮好吃的。酱不是很想蘸，因为太浪费这种食材了。算了，单独尝一尝吧。尝这个酱，这个就跟安特卫普的酱味道一模一样。这老板是不是吃过这家店？酸奶味，而且超香，超级香。就尝这个，这个酱偏甜一点。这个酱跟安特卫普的酱一模一样，挺神奇的。这么好的食材没必要蘸酱了。夏天能吃到这么好的鱼，说真的，这夏天的鱼比安特卫普冬天的还好。就这鱼就比新荣记的黄鱼还好吃，但是黄鱼它最好吃是那个汁拌饭，那个汁它模仿不出来，但肉真的比新荣记黄鱼，但是没有那么细嫩，就这个吃着更粗暴，简单一点。这鱼肉它好吃的点是啥？你一咬，没有任何腥味，只有鲜味，然后就化作在嘴里就像沙子一样化掉了，太好吃了这鱼！哇，它里面有几块最好的，真的就是一咬就化成沙子了，太牛了！就真的夏天那么热的时候都那么牛味道，不敢想象冬天多夸张，太好吃了！它外面这个辣椒椒盐粉，感觉是中国的调料。这鳕鱼真的是无敌了，我第一次吃到白肉能化到嘴里像沙子一样，还有点沙沙的感觉。哇，太屌了这鱼！我觉得这鱼可以给满分了，真的。这个应该就是在这个世界的最顶的那一个队伍中的一员。其他菜不知道啊，这道菜我要给满分，真的，这道菜是满分。新荣记的黄金脆带鱼跟这个比，弟弟中的弟弟，真的，你们来尝就知道了。It's too much. Very huge. Oyster and eel. Yeah. OK. 螃蟹、鳗鱼。好。
这分量挺大的，这18吧，这个10块吧还是多少？这两个12吧，性价比还可以。搞一小点吧，这个。看看它这生活咋样，我分不清一样一个法国的，一个爱尔兰的，尝一尝。口感冰镇非常好，但是腥味也是有的，一般。口感挺可以的，就是有一点点生蚝的那种苦味，它也不是腥味。如果你们能忍受的话，吃口感可以点一点，口感绝对比国内的屌很多很多。刚才那个我感觉是爱尔兰的，跟安特卫普123的味道是一样的。尝尝这个，这个应该是法国的，尝一尝这个，搞了点柠檬，虽然有点生蚝的味道。法国这个更好吃吧，没腥味，一点腥味都没有。还有爱尔兰那个口感，超级嫩。法国这个更好吃，你们可以点法国这个。他让我先吃螃蟹，尝一尝。这啥？这中国做法啊？酸菜炒螃蟹吗？尝一尝。这肉倒是挺白的，尝一尝。要拿着吃吗？挺烫的。这螃蟹吃了一下，肉挺鲜的，不错不错。这个挺好打开，挺好弄开的。这螃蟹挺好吃的，挺适合中国人的，肉超多，肉很多。不行，那个螃蟹吃的太麻烦了，现在才来吃鳗鱼。吃鳗鱼，尝一尝，它不是生的吧？鳗鱼应该不能吃生的吧？鳗鱼挺嫩的，但是没有日料的那种流水的感觉，挺香的。这鳗鱼不错，鱼肉倒是嫩，但是不是流水的感觉，挺好吃的，没有腥味。加个鳕鱼主菜尝一尝，他家鱼太好了。下面这个面包也超香，真的不错这家店。哦，刚还有三文鱼子，刚那个没有。尝一口带三文鱼子的味道，鳗鱼不错。不行，下面太忙了，根本忙不过来，上面也坐满了，外面也要坐满了。搞杯可乐喝吧，今天是吃开心了。感觉这个螃蟹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啊，跟国内的，就是我啃完以后洗了手没腥味，国内那个我洗了手就算都有腥味，这是真的一点腥味都没有。这螃蟹味道太真了，建议来吃。我觉得它卖的便宜是因为老外应该不会啃吧，这啃着真的是弄得太脏了，但是味道真的好。Here you go, enjoy that. 它这主菜还可以啊，27，还有虾，尝一尝吧。鳕鱼，这是虾还是肉啊？虾，荷兰小虾，跟那些那个米其林味道差不多。下面这个虾酱微微有点咸，看这鱼肉咋样？看着一般般。大倒是大，但感觉要踩雷了。尝一尝这鱼肉，鱼肉比我想象中的好，不惊艳，能过及格线吗？这鱼肉倒是挺嫩的，还是鲜的，这是意料之内的吧，还可以算。反正这鱼肉算法国那些米其林餐厅还没这鱼肉的好，这是我验证过的，法国的啊，算不错的。这鱼肉其实它怎么能夏天拿到冬天的鱼肉啊？这鱼肉是可以的算。这个也是芦笋吧？这青笋也是水汪汪的。这青笋10菜1饺。如果你们第一次来欧洲，建议可以点这道鳕鱼。吃了这道菜以后，你在国内就会变得很挑剔了。心里面有个标准，对我们这种美食爱好者特别重要。我明天还想来尝尝他们家特价午餐，26.5块的。今天就到这吧，可以的，这家店水平挺高。今天像吃了个米其林的套餐，吃了个米其林的价格，来吃空空架，点2个前菜 starter， 我觉得就可以了，没必要点那么多，味道是真的可以。今天我这菜量够2个人吃。我现在去吃荷兰特色烤肋排那些东西。上次在海牙吃的味道确实好，
我这次找了一个小红书上有点热度的，谷歌地图热度也还可以的店。主要我想最好有中国人看了，吃过的人也来评价一下，因为我觉得很多店如果我就希望看到吃过的人来评论，那就不管好吃难吃，就大家有点交集，可以聊聊吃，反正就看看到底咋样吧。哇，这餐厅好看啊，在马路中间，太壮观了。这栋楼为啥能盖在马路中间？我选择它还有个理由是，鸡什么一大堆可以混合点，一次能吃好多样，看怎么样。环境倒挺漂亮的，但它厨房在哪没搞清楚。招牌49，大拼盘，一个人吃不行吧？找不到做菜的地方呀，太奇怪了。在这里面做菜，楼下不能进去拍吧？来吃的话，最好打个电话预定一下，不然它这里虽然空的，但是好像都是满的，说了半天才给吃的。像这种餐厅，就比较是大家觉得的西餐厅的味道。这种我一般来的少，就是卖些什么牛排啊这些东西。这种类型的餐厅感觉都大同小异，也有做得好的。Would you like a plate, maybe? 这49还行吧，2个人吃可以。我就是想来尝尝，只吃肉我也能吃完吧，也不是很多。49，但其实看品相一般，不知道是不是预制菜，尝一尝吧。先吃香肠吧，从远处就能闻到一股烟熏味儿。汁水看着蛮多的，猪肉的吧应该。哇，太烫了！香肠油脂比较多，微微有一点咸，外皮很脆口。搞了一块这个肉，现在来尝，烤猪肉吧，看着像。尝一尝，1、2、3、4、5种肉。这烤五花肉还挺香的，外皮很脆。它这个不可能是机器烤出来这种味道吧？它这个不太像机器烤出来的。这五花肉挺好吃的，一点都不咸，油脂味挺香的，而且没有肥肉。你们注意，如果要请老外吃东西，不要请他们吃带肥肉的。我说欧洲的，其他地方不知道。反正西欧这边的人他不太吃带肥肉的东西。他这个猪五花就没有肥肉，但能吃出来是五花肉下面那个部分，就是把肥肉去掉那个。尝一尝，切了块排骨。这排骨肉不是很新鲜啊，这有可能是半成品。上次海牙吃那个排骨记得吗？雪白的肉，那个肉才好。也有可能不是半成品，是腌制过的肉吧。尝一尝，脱骨的啊都。腌制肉，尝一尝。海牙那家是雪白的肉，那猪肉太强了。猪骚味没吃出来，微甜吧，吃着有点像红烧肉，不像烤的肉，也不是红烧，就是炖的肉。这个有可能是半成品，不好说，反正。再吃一口。鸡腿，摸着皮感觉就像烤出来又复热的，尝一尝吧。摸着就脱骨，特别嫩吧，味道马马虎虎，有点像家乐福的烤鸡的味道，味道有一点点咸，反正不难吃，但是肯定不是美食。这个牛骨是熏肉吧，是腌制过的吧？这颜色不是鲜牛骨烤的，尝一尝吧，切一点，尝一尝熏牛肉，腊肉吧，看着像。就一个腊肉，一点点咸。这几道菜你要说难吃，谈不上难吃，就感觉是在超市里吃了个饭吧，有可能是半成品。现在尝尝这几个酱吧，这个是啥？
是奶油吧，看着像蛋黄酱吧，一个酸奶酱吧，比较淡口，带点酸。这是啥？这是番茄酱吗？番茄酱吧，酸甜的酱，甜的番茄酱吧，好像甜的番茄酱。这是什么？这有点像那个葱油，广东吃白切鸡那个。这不是，好像是薄荷做的还是啥？香菜做的可能不是很好吃，醋太酸了这个。搞块酸黄瓜吃一下，有点像国内以前学校门口老太太卖那种颜色。酸黄瓜香味比较重吧，有带点辣味的，酸的，应该是姜的辣味。这猪肉冷了以后有点干，这火腿有点干吧，一般吧，这猪肉五花肉太干了。排骨吃完了，它的酱还有点苦啊，感觉是预制菜，应该是预制菜。这鸡太难吃了，又浪费了。它这冷的特别快，感觉就是预制菜，能不浪费我尽量不浪费吧，多吃一点尽量。真的菜大的，鸡比家乐福的难吃，排骨预制菜，那两个都是腌肉，香肠跟那个牛骨头都是腌肉，那五花肉可能是半成品。菜大的真的是菜大的，今天这吃的人超多啊，现在都要坐满了。50欧元吃个这种预制菜，服务员问我满意吗？我说不满意，这是 pre-made 的预制菜 ，pre-made 吧，预制菜是，它也不是纯预制，就是半成品，然后又烤了一下吧。但是真的是太大了，现在嘴巴里还有一股冻鸡的鸡腥味，哦，真的是不能像，完全不能，还是不能太信小红书。但我研究了一下，好像还行啊，而且座位也很紧张。所以真的预制菜这种东西，普通人可能还是吃不出来。你们来最好别来，建议避坑。居然还有这种小菌干，猪大酱。